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想先发布一项旅行禁令。这个禁令呢，是针对那些平时喜欢时不时的来一次时光旅游，喜欢穿越回中国古代去转一圈的那些游客们而发的。建议不要穿越回去的时间呢，是在公元的705年到公元的713年这8年间。具体的来说，就是武则天执政的最后一年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前一年。建议不要去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实在是太乱了。这8年间总共爆发了5次宫廷政变。也就是说，如果您作为一个当时的上流社会的贵族，这段时间回去的话，这5次政变中，您都要保证能够站对队。如果站错了1次，那估计您就回不来了。在这8年间啊，先是武则天被逼下台，唐中宗李显继位，后来李显又暴毙，韦后专权。紧接着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杀了韦后，扶持唐睿宗李旦继位。再后来又是李隆基杀死了太平公主，李旦禅位，李隆基终于走上了权力的最高点，从此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时期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新一代的女性在武则天称帝的精神的感召下，纷纷登上了政治角逐的最高级别的战场，在那里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这其中呢，有我们熟悉的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而她们各自的命运也在这8年以后都尘埃落定。和他们一起尘埃落定的，还有他们身边的那些人，那些和他们朝夕相处，甚至是同床共寝，但又不是他们夫君的那些男人们。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面首，或者说是男宠。他们就构成了这些女性掌权者的后宫。在每次的政变的台前幕后，我们都能看到这些男宠们的身影。或者政变是因为他们而起，或者他们又卷入其中。所以啊，顺着他们的这条脉络，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这8年间发生的事情。他们是这个特殊的时期的一些特殊的产物。虽然说他们构不成一条好看的风景线，但毕竟他们真实的存在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为此啊，在发布一条旅行禁令的同时，穿越大唐旅行社又推出了一项新的旅游产品，叫什么呢？叫面首之旅。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那些想要过一把另类人生，同时呢也想体验一把从高空跌落拍在地上后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些人就是我们这项旅游产品针对的目标游客。当然了，也不是说你想来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加入这个面首之旅还有2个最基本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很简单，面首，面者貌之美，首者发之美。就是说你要长得好看，而且呢还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为什么特别强调头发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呢，如果头发乌黑粗壮，那么说明这个男士的身体非常好。所以这2项基本条件呢，就是要面貌秀美，而且身体强健。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同时呢又能满足这2个条件，大家呢就可以尽快的报名。这个旅游产品的还一个最大的吸引点在于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做谁的面首。你可以选择做武则天的面首，也可以选择做太平公主的面首，甚至还可以选择韦皇后的、安乐公主的、上官婉儿的，你都可以选。这段时间呀，据粗略统计，在历史上留下名姓的面首可能就有10好几位。所以说呢，机会还是挺多的。当然了，各个面首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有的呢还没有经历事业高潮就悄无声息的消失了，这个呢价格就会比较低；有的呢经历了高峰波谷，忽高忽低，最后又死得特别惨的，这个呢价格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跟拍戏一样，群众演员的价格和明星的价格，那差距可是非常之大的。说起这面首啊，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面首的记载呢，是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政权时期。
当时那位在历史上以淫乱著称的山阴公主问她的哥哥那位荒唐的皇帝刘子业说：“你我二人虽是男女有别，但都是先帝所生，为什么你能拥有后宫无数，而我只有夫君一人？这个呢，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刘子业很疼爱他的这个妹妹，就赏赐给了他30个貌美体健的男子，这些男子当时被称为面首，这就是面首这个词的由来。当然了，在南北朝之前也有很多的男宠，比如说秦宣太后的男宠魏丑夫，秦国赵姬的嫪毐，西汉时期馆陶长公主的男宠董衍。但是那时候呢，他们都不叫面首，面首还是从刘宋开始的。在唐朝的这8年间，能够这样大面积的出现面首，这和当时在政坛上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高有很大的关系。而女性地位的提高又和武则天的这个榜样作用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宠幸面首这方面，武则天呢也不能说是自学成才，她也是有老师的。和她的情形非常相似的就是西汉时期的馆陶长公主。馆陶长公主是汉武帝刘彻的姑母兼岳母，因为汉武帝刘彻娶了馆陶公主的女儿陈阿娇。馆陶公主和她的丈夫陈武的关系呢一直不太好。后来陈武去世以后，馆陶长公主呢就收养了一个养子叫董衍。后来等到这个小孩长大，差不多17、18岁的时候，这时候馆陶长公主已经是60岁左右。到这时候，养子已经变成了男宠。馆陶公主是非常宠爱这个董衍，这事儿闹得呢满城风雨，最后连汉武帝刘彻都知道了。有一天呢，汉武帝刘彻就到了公主府来探望。一见到公主，刘彻就说：“我想见见你的那位董衍。”公主呢，当然知道刘彻的用意。公主这时候是又凶又囧，但是还是把董衍叫了出来。董衍穿的是非常的低调，他穿的是近似于仆人的衣服，头顶呢还戴着一个绿簪，就是绿色的头巾。刘彻这个人呢还挺能整词儿，见到了董衍以后，称呼他为主人翁，直译过来呢就是女主人的男人，这也就是主人翁这个词的由来。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经常说要发挥什么主人翁意识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主人翁最早指的是女人养的男人，说白了就是吃软饭的。所以啊，下次大家再用这个词的时候，要稍微的慎重一点。在随后的宴会上，董衍对汉武帝是毕恭毕敬，伺候的非常的殷勤。汉武帝最后也算是默认了他和他姑母的这段关系。不过后来啊，有一个大臣叫东方朔的提出了反对，说董衍呢私通公主，败坏男女风化，而且呢又让君王不务正业。董衍呢因此就被疏远。这小孩呢心思还比较重，最后在30多岁的时候抑郁而终。其实啊，东方朔净知道说别人了，他自己每年都换一个老婆，换老婆的速度已经赶上换苹果手机了。董衍死后没几年，馆陶公主也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公主提出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她不想和她的丈夫陈武合葬，而要与她的这位情人董衍合葬一处。这个要求最后竟然被汉武帝刘彻答应了。在这里啊，我又忍不住要跑一下题。刚才提到董衍戴的是绿色的簪巾，他为什么戴绿色的簪巾呢？其实啊，他是想表明自己身份卑微，因为绿色在中国古代来说是比较卑微的颜色。中国古代对颜色呢分为正色与间色2种，正色呢有5种，分别是青、赤、黄、白、黑。间色呢就是指这5种正色混合而出的颜色，比如说浅粉啊、浅青啊，还有绿色。中国古代是很讲究上下尊卑的，所以上身的衣服一定要是正色，下身的衣服可以配一些间色。而头顶的头巾是重中之重，所以一定要用正色，不可以用间色。那么我们常说的戴绿帽子，是不是就源自于这位董衍呢？其实呢，倒还不是。戴绿帽子这是从元朝开始的。
元朝那时候规定，伶人娼妓的家属就是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丈夫，出门的时候必须要佩戴绿色的头巾。明朝时期的朱元璋也秉承了这一做法，而且还让这些戴绿头巾的人不能在路中间走，要走在路边上，要处处表明自己的卑微和羞耻。这个应该是绿帽子的由来。所以一般人是绝不会自轻自贱地戴上一个绿头巾，或者穿上绿色上衣的。不过这时候我脑海中突然显现了一个人物，他就是头戴绿头巾，身穿绿色长袍。这个人呢还是鼎鼎大名，他就是关羽。这位关将军是什么嗜好？他的老婆做了什么把他绿成这个样子？就说他喜欢的那位女人，那位秦一路的夫人，最后被曹操抢去了。那戴绿帽子的也应该是秦一路，也不应该是关羽、关云长啊。其实历史上的关羽肯定不是戴绿头巾、披绿袍的，他的这身装束应该是后世慢慢的演化出来的。好的，跑题回来，咱们继续说面首。馆陶长公主愿意死后与自己的面首董衍合葬，说明她对这个董衍还是有几分感情的。这一点呢，武则天和她迥然不同。武则天也有很多面首，但是她从来没有对他们赋予丝毫的感情。公元705年，武则天驾崩，留下了15个字的遗嘱：复庙归陵，另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最终还是以皇后的身份与她的夫、她的君，那位在她生前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她的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也许只有在那里，武则天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而她的那些面首们，不管以前得到过怎样的宠爱，对于武则天而言，这些人不过是一些随时可以抖落的尘埃，不过是一些行动着的床上用品。对于武则天的这些床上用品的发展历程，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宗李治活着的时候，武则天并没有豢养面首。她的第一个面首出现在她称帝以后，在她60多岁的时候，献给她这个面首的人呢，叫千金公主。这个人呢，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她是唐高祖李渊的幼女。虽然说年龄并不大，但是论辈分，她应该是武则天的姑母。但是为了巴结武则天，她自低身价，居然拜武则天为义母，这一下辈分就降了3级。为了更好的献媚于武则天，她把自己的面首，一个叫冯小宝的人献了出去。这个冯小宝是干什么的呢？他的职业呢是伪医疗产品市场开发推广人员。这个名字有点长，简单的说就是卖假药的。有时候呢也卖一些女人用的珍珠粉。因为卖这些女人用的东西呢，他就认识了千金公主的一位侍女，两个人呢发生了关系。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以后，千金公主也发现了他这块宝。经过开箱检验以后，发现产品的性能效果都非常的好，于是呢就把这个产品推荐给了他的干妈武则天，而且还悄悄地跟武则天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人不是东西，使用效果非常好，我已经用过了，您呢也不妨一试。武则天就笑纳了这份礼物，而且一经试用以后，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良心产品。冯小宝这个人呢，因为出身于市井，所以呢各方面的资质都非常的差。武则天想要用他，所以呢就先给他进行了一番包装。首先是让他改姓薛，而且让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叫他为叔父，这样冯小宝也就变成了名门之后。为了让他出入后宫方便，还让他剃了发做了和尚，而且让他做白马寺的主持，以给武则天讲佛理的机会出入后宫。这个薛怀义也就是以前的冯小宝，小人得志便猖狂，经常是带着几个爪牙是耀武扬威。有一次他还故意从南衙门口经过，对里面正在议政的朝臣们是不屑一顾。当时的宰相苏良辅气不过，就叫手下人把这个薛怀义饱揍了一顿。薛怀义到武则天那儿去告状，武则天呢也不过是一笑置之，就跟他说那是朝臣们议政的地方，以后你不要从那门口经过。
并没有对苏丞相做任何的惩罚。由此也可见，这个薛怀义在武则天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就是一个玩偶。这个薛怀义呢，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包工头。在建造明堂的过程中，他也是出了不少力。为此呢，武则天对他是加宽进爵，也算是恩宠无边了。武则天还向世人证明了一点，不光是男人有了钱有了权以后会喜新厌旧，女人也一样。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慢慢的就开始不再喜欢这个冯小宝，而移情别恋，她慢慢开始喜欢上了一个御医叫沈南球，这样就引起了薛怀义的记恨。薛怀义一怒之下，竟然烧了明堂。明堂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厅堂，那是皇帝办公的地方，规模非常的宏大，也是耗资无数才建成的。这把火也点燃了武则天心中的怒火。这时候呢，正好太平公主呢跟武则天说薛怀义这个人素质太差，您把他留在身边，对您的声望是有很不好的影响。武则天也觉得这个薛怀义越来越烦人，太平公主也探知了她母亲的心思，于是呢，有一天她就让人骗薛怀义说武则天要见他。当薛怀义乘兴而来的时候，就被太平公主早已经安排好的10几个膀大腰圆的丈夫一顿乱棍，就把这个薛怀义打死了。这件事情太平公主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武则天对她是非常满意。这也是太平公主第一次在她的母亲武则天面前展现她办事的能力。这时候的太平公主已经永远离开了她心中的那片白月光薛绍，无奈地嫁给了懦弱无能的武攸暨。而且通过这一过程，她也看到了感情在权力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所以这时候的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愿意相夫教子不出家门的闺中少妇，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了权力角逐的战场。而在这时候，他就发现他身上的遗传基因很快就能让他变得卓尔不群。本着损坏东西一定要赔偿的原则，太平公主既然杀死了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那么自然就要赔给武则天一个新的面首。这个人呢，以前也是太平公主的面首，他就叫张宗昌。张宗昌可不像薛怀义那样没有素质，他是出身于名门，他的先祖曾经做过宰相。当年呢，他只有16岁，是面若桃花，而且吹拉弹唱是样样精通，可以说是色艺双绝。一经武则天试用，让武则天非常的欣喜。张宗昌又趁机推荐了自己的堂兄张易之，两个人一起来服侍武则天。武则天对此是大为满意。那么太平公主呢？她把自己的面首送出去了，她不就寂寞了吗？大家还真不用为她担心，她还有很多的存货。比如说有一位胡僧叫慧范的，他也是太平公主的面首之一。这个胡僧啊是印度人，他并不是佛教的僧侣，他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僧侣，说自己很有法力，已经活了200多岁了。他在当时的长安也是一个知名人士，那些大姑娘啊、小媳妇儿啊，把他是捧上了天。而且本人据说是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有一些特殊的才艺。太平公主呢，虽然一向是支持国货，但是呢，对进口货也不排斥。除了慧范以外，太平公主还有一位面首叫高简。这个人呢，在历史上着墨不多，只提了一句，说太平公主深爱之。说了这么多太平公主的男宠面首，那么她的夫君武攸暨呢？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存在感？难道他就可以允许太平公主这样胡来吗？武攸暨的性格呢比较弱势，对太平公主也是不敢管，所以太平公主就可以做到外面彩旗标标，家中绿旗不倒。他们两个人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竟然持续了22年之久，而且还生育了2子1女。武攸暨后来也被封为定王。在太平公主被杀的前一年，武攸暨病逝，算是躲过了受太平公主牵累而被诛杀的命运。但是后来他的墓也被平毁，他与太平公主所生的2个儿子也随着太平公主一同被杀。
咱们再说说武则天这边，二张是越来越得到了武则天的宠爱。武则天专门为这二人成立了一个办事机构，叫控鹤监，名义上是一些文人雅士的聚集之所，但实际上是藏污纳垢之地。可以说，这就是武则天时期的她的后宫。当时的大臣狄仁杰曾经劝谏武则天，说二张二人呢品行太差，朝廷内外是怨声载道。陛下您重用这两人的话，会使您的声名受累。武则天听完以后呢，并没有责怪狄仁杰，而是跟他推心置腹地说了下面一番话，说我以前呀跟高宗皇帝的时候呢，生孩子生得过于频繁，致使身体受损。后来虽然想尽办法调养，但是呢，仍然是见效不大。御医沈南球曾经跟我说过，这位御医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武则天的另一个面首。这个人呢，哪儿都好，就是身体差点。做武则天面首的劳动强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所以呢，不久就挂了。武则天说，沈御医呢曾经跟我说过，说我的身体呀，药食已经无效了，只能通过采阳来进行补充，所以我才有了二张这两个男宠。和他们在一起以后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精力呀更加的旺盛，而且呀，我居然长出了2颗新牙。狄爱卿，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过来看看。狄仁杰马上说，那就算了，我怕您咬我。狄仁杰见武则天这样开诚布公地跟他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劝谏武则天要有一些节制，不要陶虚了身体。二张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在朝内朝外都有了一些追随者，其中有一个人叫宋之问，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学，特别是五言诗写得非常好。他有一首诗叫《渡汉江》，是这样写的：岭外音书断，京东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其中的近乡情更怯也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佳句。宋之问虽然有才学又出身名门，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他有一个外甥叫刘希义，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白头吟》，其中有这样2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想把这2句占为己有，最后竟然用土袋压死了自己的这个外甥，对外宣称这首诗就是他写的。虽然说这件事情只是记载在野史上，并不完全的坐实，但是呢，以宋之问的人品，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宋之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呢，就是想有一天能够爬上武则天的龙床。他自认为自己才华横溢，又是一表人才，出身名门，完全有资格成为武则天身边的床上用品。武则天呢，也曾经和他有过一次攀谈，但是交谈过后，他的登龙床之梦就算是彻底破灭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武则天嫌弃他有口臭。虽然攀不上龙床，但是宋之问也并没有罢休。他不能做武则天的床上用品，但是他可以做床上用品的用品。于是呢，他就攀上了张易之和张宗昌兄弟，为他们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为他们做枪手，甚至是在张易之解手的时候，他就拿着手指在旁边恭恭敬敬地伺候着。此情此景在当时可谓是一时的佳话。二张兄弟的权势日盛，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二张兄弟呢，在洛阳城里有一座豪宅。有一天呢，不知谁在他的门口写了这样一句话，叫一日丝能做几日落。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丝还能快乐几天。张氏兄弟看了很生气，就让人把这字涂去了。但是没过2天，这个字又被写上了，再涂再写，一连6、7个来回。最后张氏兄弟也泄了气。有一天门上又出现了这几个字，张易之并没有让人再把它涂去，而是在旁边写了另外4个字，叫一日一足。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问我能牛叉到几时吗？我1天也知足。很快啊，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在武则天的晚年，这时候武则天已经80多岁，身体呢也越来越不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大臣了。能够出入内宫见到他的只有张氏兄弟，
还有太平公主以及上官婉儿。虽然这时候已经立了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但是李氏皇族的人仍然非常担心，等武则天驾崩的时候，二张会假传圣旨自己称帝，或者把帝位让给当时和二张打得火热的武三思。所以一场政变就在酝酿之中。这场即将发生的政变打的是太子李显的旗号，具体是由当时朝中张柬之、桓彦范等5位大臣来进行实施，而宫中负责传递消息的就是太平公主，还有那位得到武则天最大程度信任的上官婉儿。那么二张本来是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按理来说二张与太平公主应该同属一个阵营，但是这时候二张的势力已经太大了，太平公主对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而且二张也开始挑战太平公主的权力。他诬告当时的大臣魏元忠与当时的司礼丞高简企图谋反，最后这2个人都被武则天流放，而司礼丞高简正是太平公主那时候的男宠，这等于是太平公主的老情人做掉了太平公主的新情人，太平公主由此是记恨于心。这样太平公主与李显兄妹以及朝内的5位大臣就结成了一个反张联盟，在神龙年间发起了神龙政变。政变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逼武则天逊位于太子李显，同时诛杀二张。政变进行得异常顺利，二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双双诛杀。武则天知道以后已经为时已晚，不得已宣布退位，在同年的11月病死于上阳宫中，终年82岁。根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在她的寝宫的后面建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呢非常的神秘，当年建造这个密室的人据说已经被全部处死。曾经有2个宫女进入过这个密室，后来也被武则天处死。武则天每天晚上都要走入这个密室待上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有些人怀疑这是不是武则天和她的男宠们私会的地方，一定是个藏污纳垢之地。一直等到武则天被迫迁出了皇宫，才有人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密室，发现里面的器具异常的简陋，只有1把椅子、1尊佛像、2张肖像画，一张是唐太宗李世民，另外一张是唐高宗李治。没有人知道每天武则天走进这个密室以后，她在干什么，是在忏悔，是在诉说，还是在思念？这些恐怕只有武则天自己知道。公元706年，一代女皇香消玉殒，无字碑前，岁月无声。虽然说是无字碑，但是呢，我分明在上面看到了3个大字，就是无所谓。喜欢他的人会为他辩解，仇恨他的人会继续咒骂，但这又能怎么样呢？千秋功过，任人评说，这就是一代女皇的气度。至于说到武则天的男宠问题，很多人说她是淬乱的后宫，但是别忘了，这时候的武则天并不是皇后，而是皇帝。清代有一个学者叫赵翼，在这方面对武则天的评价比较公论。他是这么说的，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继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故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男性的君王的后宫动辄上千上万，而武则天不过宠幸了几个人，却遭到了千古唾骂。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似乎是有些不公，而且即便是放在唐朝的时候，也似乎是有失公允。唐朝的时候思想开放，并没有受到后来程朱理学的侵袭，所以武则天有自己的男性后宫，在当时来说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现在的角度，还是从当时的角度，武则天养面首都不是不能接受的。不过不管是否能够接受，养面首也同武则天无数的功与过一样，任人评说了。
武则天终于走下了她的神坛，走下了历史舞台，伴随她的面首们也同样随着夕阳而去，而一群新的面首也正踏浪而来。因为在那时候，唐朝政坛的风口浪尖上，还活跃着几个了不得的女性：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只要有她们在，面首们就认为他们的盛世就在。此时的大唐，在他们眼里是春光明媚，一片繁荣昌盛。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关于面首的故事呢，并没有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咱们以后再接着聊。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